从没见过这么豪横的男人。为了给刚交的女友庆生，他直接跑到车行提了一台宝马当礼物。女友拿到钥匙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可就在车子开出车库前，工作人员偷偷在车里放了一个追踪器。原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正规车行，而是一伙偷车贼开的黑店。他们先用低价把豪车卖出去，再靠追踪器把车偷回来，连夜开回基地，摘掉车牌，换上全新的出厂黑标，用仪器把公里数清零。短短几分钟，一辆二手车就变成了从未流通的新车。可这帮偷车贼万万没想到，这次踢到了铁板。白天买车的男子居然藏在后备箱里，被一起拉回贼窝。这个假扮买家的男子可不简单，他叫老黄，真实身份是一名警察。见到众人一脸懵，老黄直接扔过去一副手铐亮明身份。可黑老大拿到手铐一点都不慌，毕竟他们人多势众。一个小弟悄悄从车后绕了过来，看来今天只能用拳头讲道理了。车库里的战斗刚结束，前来支援的队友们终于赶到。可就在众人打扫战场时，黑老大居然嚷嚷着要告他们暴力执法。这话一出，直接触了老黄的逆鳞。要知道，老黄可是韩国警界出了名的文明执法模范。上一个获此殊荣的还是金川刑警队的马东锡队长，警告他别闹出人命，随后带人先走一步。只见老黄掏出打火机，拆下上面的小铁片，在自己额头上一划，鲜血瞬间流了下来。黑老大看得一头雾水。接着，老黄捡起地上一根钢管，在上面抹了抹自己的血。然后毕恭毕敬地把钢管递到了对方手里。경찰을 때리면 어떡하냐? 그것도 둔기로. 네. 지금을 일단 내려놓고 내려놔 빨리. 정당방위다 이 이놈의 새끼가. 一顿暴踹之后，黑老大彻底服了，不仅乖乖认罪，还把背后的境外合伙人也供了出来。作为一名发了254条视频却只有2.3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，今天为大家带来韩国犯罪片老手。根据黑老大的情报，警方提前在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。就在双方确认交易的那一刻，老黄闪亮登场，还给众人献上一段漂亮的舞蹈。老外们这才反应过来中计了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埋伏在四周的警察倾巢而出，当场将犯罪团伙拿下。但混乱中，两个老大趁乱跑了出来。为了追上杨老大，老黄决定从集装箱中间抄近路，谁知用力过猛，把自己卡在了夹缝里。杨老大一看这情形，也懒得跑了。可还没等他出手，老黄看准时机，一脚踹中他的命门，接着又是一记精准补刀。杨老大顿时鸡飞蛋打，硬生生把老黄从夹缝里给拖了出来。就在老黄准备收工时，一个小弟从背后偷袭老黄，飞速转身，用杨老大的头挡下了攻击，接着拉起手铐，用力一甩，一记漂亮的回旋踢，瞬间结束战斗。另一边，黑老大抱着钱在码头上狂奔，队长开着车跟了上来。他不仅贴心的递上一瓶矿泉水，还把自己的御用手铐送给了对方。黑老大也知道自己不是跑马拉松的料，最后只好乖乖坐到了警车上。就这样，在老黄等人的布控下，广域搜查队成功破获了这起跨国盗车走私案。第二天，各路媒体涌入警局采访，老黄手舞足蹈，正庆祝自己即将升职加薪。可一个财阀的出现，直接把他的升职梦浇了个透心凉。这个富二代叫赵不住，是韩国第一财阀家族的少公子，为人嚣张跋扈，狠辣到了极点。这天，他托人邀请老黄参加派对，本想借机拉拢一下广搜队的关系，可老黄软硬不吃，非但没给赵公子面子，还当场警告他千万别碰违法的事。两人也因此结下了梁子。本以为双方不会再有交集，可这天赵公子路过公司楼下，看到一个货车司机在拉横幅讨薪，他让人把司机带进办公室，一问才知道是自己手下的包工头拖欠司机整整1年的工钱。可当听到钱数后420 420억? 아니요. 420만?
赵公子的肺都要气炸了，居然才区400万韩元，屁大点的事儿也来公司门口闹，影响形象。他立刻让人把包工头叫来，然后扔给两人一人一副拳击手套。经理心领神会，马上让人关掉大楼的监控。赵公子告诉司机，想讨回工钱就跟包工头打一场拳赛，赢了还能拿到双倍的酬金。 아빠가 얼마나 힘들게 돈 버는지 이거 다 나중에 들어야지. 나중에 꼭 쳐둬야 돼. 응? 说完，他打开交响乐，宣布比赛开始。可司机愤怒不已，他只想拿回自己的血汗钱，根本不想打什么拳赛。可包工头却毫不手软，上来就是一顿重拳。为了防止司机咬到舌头，经理还往他嘴里塞满了纸巾。司机的孩子就在旁边，吓得不敢睁眼。赵公子却强行按住孩子的头，逼他亲眼看着这一切。 왜 일을 크게 만들어 이 병신아. 在包工头的连续重击下，司机被打得惨不忍睹。赵公子非常满意，不仅把400万工钱给了司机，还额外拿出2000万当做医药费。看着手里沾满鲜血的钞票，司机心中满是屈辱。出来后，他打车把儿子送走，然后独自一人返回了大楼。他给妻子发了最后一条短信，随后跨过楼梯栏杆，一跃而下，用生命捍卫自己最后的尊严。好在被人及时发现，送进了医院。可司机已经躺在床上，奄奄一息。老黄得知消息后，立刻赶了过来。原来他和司机是老相识，通过刑警队的同事，老黄了解到初步调查结果，司机因为被拖欠工资而选择自杀，而且大楼恰好处于工程检修期，监控没有拍到过程。可司机的儿子却告诉老黄，爸爸在出事前遭到过殴打，这让老黄预感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。但这毕竟是刑警队的案子，老黄的过度干预让刑警队老大极为不爽，直接把他赶了出去。没办法，老黄只能自己私下调查。他假借查案的名义去公司找赵公子问话，结果被经理带人拦了下来。知道老黄在盯着这事儿后，赵公子也没闲着，他先是派经理给司机的妻子送钱，想用钱来摆平，接着又托人找到警方高层施压，让刑警队尽快结案。不仅如此，连广搜队的姜老大都被局长叫去约谈。迫于上面的压力，姜老大警告老黄不许再插手别人的案子，否则连自己都保不了他。老黄这才见识到财阀的力量有多可怕，可他不想就这么算了。为了阻止案子被草草结案，老黄托一个媒体朋友帮忙把这起事件顶上了热搜。这招果然奏效，舆论一发酵，刑警队也不好快速结案了。气得赵公子打拳时直接拧断了保镖的脚踝。媒体的大肆报道也惊动了赵公子的父亲。尽管赵公子坚称此事与自己无关，但老爷子知道这个儿子不是省油的灯，于是让他先出国避避风头。另一边，争取到时间的老黄找到了新线索，通过线人提供的消息，他查到了那天殴打司机的包工头的藏身处。队长担心老黄单打独斗有危险，偷偷带着队里的老幺过来帮忙，三人合力围堵，才把包工头成功抓获。可老幺却在行动中不幸被刺伤，这下可把护犊子的姜老大惹急了。 우리 막내한테 같이 논 새끼가 누구야? 여기 책임자가 있습니까? 예? 아니, 대한민국 경찰 이러시면 안 되지. 법을 집행하는 사람들이. 아니, 법이 없어요, 여기는? 우리가 우리 막내 칼집 났어? 제가 직접 한 건 아닙니다. 他一改之前的态度，让队长和老黄把包工头身上的所有案情全部挖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司机的妻子也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：丈夫自杀前发的那条遗嘱，用的标点符号和语气习惯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，这更加坚定了老黄查清真相的决心。老黄的调查让赵公子暴跳如雷，眼看真相就要水落石出，监察科的人却突然把老黄抓了起来，以暴力执法为由展开调查。这当然只是赵家的缓兵之计。为了帮儿子彻底撇清嫌疑，老爷子让经理去警局投案自首，并承诺事后会把酒店生意全交给他打理。经理自然知道这种承诺跟白纸一样没意义，可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他别无选择。第二天，经理驾车来到警局，以自己一时失手为由，把司机坠楼的事儿全扛了下来。另一边，在姜老大和队长的力保之下，监察组不得不撤销对老黄的无故指控。可此时嫌犯已经自首，再想插手调查显然没有理由了。老黄只好独自来到看守所，他断定经理是赵公子的替罪羊，因为他已经推理出了整个真相。那天，司机送走儿子后，又跑回办公室找赵公子理论，结果遭到一顿暴打，过程中发生意外，司机的头撞到茶几上，陷入昏迷。为了保护赵公子，经理赶忙阻止保镖报警，决定将错就错，用司机的手机伪造遗书，然后把人从楼梯间扔下去，制造成自杀的假象。经理听后邪魅一笑，故事编得再好，没有证据，一切都是空谈。就在这时，老黄打开了门，走进来的人正是被赵公子掰断脚踝的那个保镖，他全程目睹了犯罪过程，而且那天打电话报警的人就是他。不仅如此，老黄还在包工头的车里找到大量现金和假护照，让他招供只是时间问题。可面对这么多铁证，经理的脸上却毫无波澜，因为此时赵公子已经在出国的路上了，只要出了国，就算有再多罪证也抓不回他。이 사람아,
장사꾼은 보이는 걸 팔고 사업가는 보이지 않는 곳에 투자를 해. 난 지금 내 금쪽 같은 시간을 여기 투자하고 있는 거야. 그럼 투자를 참 잘못하셨네. 저 실장 내일 새벽이면 싱가포르로 떠. 출국 금지 신청도 못할 텐데 오늘 밤 안에 잡을 자신 있어? 얘는 나한테 투자를 했어야 돼.老黄算准了赵公子的个性，笃定他出国前一定会疯狂玩一把，于是他带人蹲守在夜店门口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赵公子带着女明星如约而至。但这里毕竟是财阀们的私人会所，警察也不能随便闯入。老黄等人被夜店保镖堵在了门口，关键时刻还得队长出马，只一枪就镇住了全场。 이것들이 진짜 안 쏠려고 그랬더니 야! 니들 장비 써! 형님만 장비 챙기셨어? 可当众人准备进楼抓人时，赵公子已经驾车逃离了会所。一路上，他横冲直撞，丝毫不顾及行人的死活。老黄骑着摩托车紧追其后，看准时机，一个倒地甩尾，用摩托车逼停了赵公子的跑车。 双方随即在街上展开肉搏，围观群众纷纷举起手机拍摄。老黄见状，只好先忍痛挨打，为之后的正当防卫积攒证据。不料赵公子却毫不留情，一脚把老黄踹到消防栓上，险些送他提前领了盒饭。就在赵公子准备离开时，一个酷似马叔的壮汉从人群中站了出来，就像是一堵墙一样把他堵在原地。这时，老黄也从地上爬了起来。既然大家都拍下了对方袭警的证据，他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到反击了。 경찰 폭행 추가야. 여기 다 찍혔어 이 씨발 새끼야. 지금부터 정당방위다. ”几个大耳光下去，赵公子瞬间被扇得晕头转向。但长期打拳的他也不是吃素的，抱着老黄狠狠摔在地上。 接着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赵公子趁机抓住老黄的脚踝，用力一拧，老黄疼得当场叫出了猪声。这时，警车终于陆续赶到。赵公子想起身逃跑，这才发现老黄早已经把两人的手铐在了一起。最终，赵公子等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，而坠楼的司机在家人的陪伴下，居然奇迹般的苏醒了过来。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。可是，现实中真的会如此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韩国电影《老手》的全部内容。